婚姻是一座围城，城里的人想出来，城外的人想进去。这是一本很有名的书里说的，说明人永远觉得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忠诚在婚姻里是至关重要的，一旦背叛，就有可能打翻婚姻这条船，伤了爱人，苦了子女。道理我们都懂，但这个世界有太多诱惑，如果做不到清醒心智，反思自己，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美，今天依然是为大家分享一位粉丝朋友的故事。接下来我将全程用第一人称叙述，请大家耐心听完。我小时候的日子过得很苦，爸爸整天就知道喝酒，家里的事一切都不管，是妈妈一个人干活养活全家。我还有一个弟弟，那时候计划生育很严，第一个生的是我，爸爸很不开心，老是打妈妈。生了弟弟后，他才有了笑容。因为家里太穷了，我只上到小学3年级。后来爸爸得了肝腹水，没钱医治，在我18岁那年就走了。我不会算数，到厂里打工做计件的，人家总是少给我钱，每次发工资我的都是最少的。可是我只能生气，没有别的办法，因为我人长得漂亮，个子又高，有很多人追求我。小时候缺爱的我很傻，有人追给我花点钱，我就跟他在一起了，也不懂得避孕。后来怀孕了，我要他娶我，他答应的好好的，还给我租了房子。可是到孩子快生的时候，他人不见了，我手足无措的，只知道哭。后来肚子疼起来，我就到厂外面一家的药店去寻求帮助。还好卖药的老奶奶会接生，而且很多像我这种傻女人，还有在发廊上班意外怀孕的，都在她这里接生。后来不知道是怎么生了女儿出来，我痛得快要死了，意识有点模糊了。好在母女平安，老奶奶收了我700多块钱，是我1个月的工资。好在我还存了点钱。生了孩子是要坐月子的，虽然我不是很懂，但是知道不能出门，而且当时我也已经山穷水尽了，没有多少钱了。所以月子期间我吃了整整1个月的白水煮面条。后来我带着才满月的孩子回了家，我把孩子给妈妈带，自己又出去打工了，因为我受不了村里人的指指点点。我到市里一家饭店做了一名服务员，有一个男同事很喜欢我，我们就谈起了恋爱。他比我还小1岁，人长得挺帅的，而且他们家就是本地的，我感觉他的条件很好。我已经是生过孩子的女人，能找到他这样的，真是运气太好了。这回我没敢轻易跟他同居，也没告诉他我还有一个女儿，我说要先见了父母才能在一起。他很听话，把我带回了家。他们家是拆迁户，分到了一个3室1厅，但是钱都被他爸爸花完了。他爸爸买了一辆车，天天到处打牌，不工作，坐吃山空了，才在楼下开了一间小卖部。后来我们就结婚了，只摆了酒席，没去拿证。我也不知道这个证意味着什么，要去哪里拿，他没说拿，我也就没问。结婚后我怀孕了，生了一个儿子，我在家里带孩子，他上班，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。第2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后来辞职到广东去打工了，1年才回来2次。刚开始他每个月还给我寄1000块钱生活费，后来他说做生意亏了，还欠人家好几万，就没有再寄过钱回来。我就去小卖部问他爸爸要，还有他妈妈有时候也给我一点。我一个人在家带2个儿子，没有一个人帮我，还要自己做饭、洗衣服、搞卫生，一点也不比上班轻松。而且我又没有经验，刚开始不会带，孩子老是感冒，花了钱不说，害得我没睡过一个好觉。孩子3、4岁的时候，我就没有那么累了，觉得无聊就在手机上搜附近好友聊天。因为老公对我不管不顾，我跟别人很快就擦出了火花。而且那时候我身无分文，老是要去问他爸要钱，都没下过1次馆子，买过1件衣服。别人请我去吃饭，给我买衣服的时候，我就沦陷了。我妈妈后来改嫁了，也跟着那个男人去了广东，把我女儿也带过去了。2个儿子去上学以后，我也进了厂里上班，是那个男人介绍我去的。我后来听到别人跟我说，老公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而且连孩子都有了，我就打电话质问他是不是真的。他很烦躁地说他做生意失败了，根本就没有别的女人，叫我不要胡思乱想，让我再忍忍，挺过难关，他一定会东山再起的。后来我跟情人2个人就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，我们一起去吃饭、逛街，一点都不避嫌，连他爸妈都知道了。消息很快传到了他那里，他很生气，让我赶紧跟那个男人断了。
不要在他的伤口上撒盐，不要挑战他的忍耐极限。我没有理他，我说几年了，你也没给我寄过钱，也没管过我是死是活，我对你的心已经死了。他说不是还有爸妈吗？我也不想的，出了事我有什么办法？后来他为了这事儿专门跑回来，他跟我很认真地谈了一次，表示只要我跟那个男人分了，他可以既往不咎，不然的话以后我跟儿子他都不会要。我哭得很伤心，问他这么多年你管过我们吗？隔三差五打几百块钱回来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多亏了他的帮助，不然我早饿死了。他后来走的时候恶狠狠地说，我现在没有时间管你的事，如果下次回来你们还没断，你就带着儿子走。我没理他，儿子的学费跟生活费一直是花我的钱，他们都不管。他后来总算还清了债，他在外面做服装生意，后来回到家里开了一家服装店。他问我跟那个男人断了没有，我拒绝了他的要求，我说我是真心爱他的。后来他就不管我了，也不让我回家住，我在外面租房子住。再后来我突然生病了，脖子僵了，不能动，去医院花了好多钱都不好，是我的情人给了我5000块钱，老公1分钱都没有给我。后来我上不了班了，情人也离我而去了，我没有了经济来源，看病还要花钱，我到处借钱，实在撑不住了，就带着2个儿子回了老家。妈妈给我寄了点钱，我在老家的镇子上租了房子养病，2个儿子都没钱读书了。我每次问老公要钱，他都不给，不管我们死活。2个儿子是他的血脉，他都狠心不管他们。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还是他的错，或许我们都有错。我错在对婚姻太随便，对感情太儿戏，他错在没有良心。我现在叫别人帮我找一个老实点的男人，穷一点也无所谓，只要肯接受我跟儿子就好。但是快1年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，可怜了我的孩子，又要步我的后尘，不识字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屏幕前的家人们听了这个故事会有什么感想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评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